今天的视频探究离子键如何生成。首先，回顾一下什么是离子。在之前的视频说明，离子是由原子失去或获得电子时形成的，因此它们可以达至惰性或钝气体的稳定电子结构。换句话说，是一个完整的电子壳层。细心观察元素周期表内，我们发现左边部分是金属元素，而非金属元素则位于右边。在诸多化学反应中，都是涉及金属与非金属的反应。当金属和非金属发生反应时，就会形成离子键。让我们用电子的排布图来说明离子键的形成。以下的电子排布图是利用原点和交叉符号代表电子。首先，第一族的钠金属和第七族的非金属的铝，它们之间的离子键是如何形成？用原点来表示钠原子上的电子。钠原子拥有11粒电子，它的第一壳层有2粒电子，第二壳层有8粒电子，最外壳层有1粒电子，而电子是带负电荷。同时，钠原子核内有11个带正电荷的质子。因为质子和电子的数目相同，导致电荷互相抵消，所以钠原子是一粒不带电荷的粒子。另一个氯原子，氯原子拥有17粒电子，用交叉表示氯原子上的电子。请记住，无论是用原点或交叉表示，它都是代表相同的电子。它的第一壳层有2粒电子，第二壳层有8粒电子，最外壳层有7粒电子。同样，氯原子核内拥有17个正电荷的质子。由于质子和电子的数目相同，电荷互相抵消，因此氯原子不带任何电荷。由电子图可以看到，钠和氯的最外层都没有填满。直至当钠与铝反应，钠原子失去最外壳层电子，同时铝原子获得了这个电子后，如图所示，钠原子和铝原子都已经达至稳定的八隅体。再次观察钠原子核，但它仍然拥有11粒正电荷的质子，但是钠原子却只有10个负电荷的电子，因此钠原子现在多出一个正电荷，故称之为钠离子。而离子是一个带有电荷的原子。氯原子同样拥有17粒正电荷的质子，但是现在氯原子拥有18粒负电子，即是铝原子现在拥有多一个负电荷，所以称之为氯离子。最后，钠离子和氯离子的最外壳层都达至惰性或钝气体的完整外壳层。绘画钠离子和氯离子的电子图，阳离子通常绘画在阴离子左方。在方括号内绘画离子的电子图，离子所带有的电荷需要写在括号外的右上角。注意，这2个离子是带相反的电荷，因此它们受到静电力作用而互相吸引，生成离子化合物。它们之间的引力称为离子键，同时这引力是非常强大。因此，在离子键结合过程中，第一族金属失去1粒电子，形成一个正电荷离子，而非金属的钠一族当获得1粒电子后，形成一个负电荷离子。现在2个离子都同时拥有一个完整的外壳层电子。简单而言，它们都具有惰性或钝气体的稳定电子结构，如邻族一样。另一个例子是第2族金属镁和第6族非金属氧之间的反应。镁原子的最外壳层拥有2粒电子，氧原子的最外壳层拥有6粒电子。当镁与氧反应时，镁原子失去2粒电子，这2粒电子转移到氧原子上。如您所见，镁离子和氧离子都具有八隅体的一个完整的外壳层，它们实现了邻族的稳定电子结构。
以下是酶与氧反应后的生成物，用圆点和交叉来表示的电子图。请记住，在圆点图和交叉的电子图中，只需显示最外壳层的电子。另一个较复杂的例子，氯化镁的形成。首先画出镁与氯最外壳层的电子数量，只需显示最外壳层的电子，因为这化合物含有3粒原子，而不是只有2粒原子。画出反应物镁，它的外壳层有2粒电子，它倾向失去电子；而2粒的氯原子，它们的外壳层都拥有7粒电子，因此各氯原子需要增加1粒电子。下一步是思考，那1粒原子是需要获得电子或失去电子，以达至八隅体的电子结构。一般来说，金属元素是倾向失去电子，而非金属元素是倾向获得电子。因此，镁原子失去2粒电子，而2个氯原子各获得1粒电子。最后，镁原子形成1粒正2离子和2粒的氯负1离子。基本上，离子的电子图已经完成。按照它们在实际化合物中的排列方式，再次进行排列。因为2粒氯离子会被镁离子吸引，可以把它们放在镁的两侧。常见离子的名称和化学式表中列出了一些常见离子的名称及其化学式。参考表格。应特别注意以下几点：一、所有简单的金属离子，例如钠离子和铜离子，都是阳离子。2、所有简单的非金属离子和大多数多原子离子，如氢氧离子，都是阴离子，但氢离子除外，它是阳离子。另一种常见的多原子阳离子是氦离子。简单阴离子的英文名称以 IDE 结尾，例如氯原子形成氯离子，氧原子形成氧离子。大部分过渡元素的原子可失去不同数目的最外层电子，形成超过一种阳离子。这个情况下，为了分辨同一种元素的不同离子，要在金属名称后加上括号及罗马数字，以显示电荷或氧化态。例如，金属铜可以形成铜1离子和铜2离子。含氧的多原子阴离子通常以 A、T 或 I、T 结尾。含氧较多的多原子阴离子名为 A、T、E。含氧较少的多原子阴离子名为 I、T、E。例如，硫酸根离子、亚硫酸根离子、硝酸根离子、亚硝酸根离子。